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明晚开播，6部古装剧扎堆来袭，杨洋、白鹿、谭松韵领衔太值得期待。今晚开始，你的遥控器和手指可能要忙不过来了。2026年的古装剧市场，一开年就扔出了王炸组合。从1月15日，也就是今晚开始，6大平台仿佛约好了一般，将连续上线6部风格迥异的古装大剧。这不再是零散的新剧开播，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档期围剿。演员阵容堪称顶流团建，杨洋、陈哲远、谭松韵、白鹿、吴谨言、王楚然、刘学义，这些名字几乎包圆了古装赛道的半壁江山。题材更是从硬核探案、反套路穿越，到盛唐悬疑、逆袭宅斗，再到传统武侠、朝堂扫黑，全方位覆盖了观众的追剧口味。等了5年的续集原班回归，正午阳光的武侠新作，双穿越的爆笑设定，每一部都带着未播先热的超高话题。这不是简单的剧集上新，而是一次对观众忠诚度的集中考验。你的时间会分配给哪一部？是为情怀续费，还是被新奇设定吸引？2026年的第一场追剧大战，哨声已经吹响。御赐小仵作2 5年之约，楚瑜夫妇携升级案卷回归。1月15日，腾讯视频独家上线。距离第一季封神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足够一个学生变成打工人。王子奇和苏晓彤这对楚瑜夫妇终于全员原班回归，光是这一点就戳中了许多老粉的泪点。故事没有停留在婚后甜蜜，萧瑾瑜升官进入3法司核心，楚楚也从青涩仵作成长为沉稳的王妃，两人携手搞起了更大的事业。主线血域涉案将串联起枯井沉尸、漂移的窟等多个单元，并勾连出18年前的谋反旧案，格局从长安城直接拉到了南诏国。制作方依然坚持尊重观众智商的原则，验尸推理不玩玄学。楚楚的验尸工具也换代了，用于标制成的放大镜能观察到0.1毫米的细微痕迹。剧组甚至还专门挖设了2米深的水池来拍摄水下验尸戏份。为了节奏更紧凑，剧集从备案的36集精简到了28集。成何体统，双穿越反套路，暴君妖妃组队自救。爱奇艺将于2月5日推出这部穿越轻喜剧，设定充满了反套路趣味。王楚然饰演的现代社畜于婉音，一睁眼穿进小说，成了活不过3集的炮灰妖妃。她正发愁怎么保命时，惊恐地发现那个要杀她的暴君夏侯旦，心子里也是个穿越来的现代人，由程磊饰演。于是画风突变，两人表面维持着昏君与宠妃的人设，演给满朝文武看，背地里火速组队，琢磨怎么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一起活下去。王楚然需要在妖妃的妩媚与社畜的机灵间切换，程磊则要演绎人前疯批、人后猛圈成长的反差暴君。剧组的服化道也下了功夫，采用了手工刺绣的敦煌风，视觉上颇具贵气。唐宫奇案之轻雾凤鸣，盛唐鬼市，白鹿化身疯批事业家。优酷暂定在1月底或2月初播出这部盛唐悬疑剧。这是白鹿和王星越的第4次合作，默契度已然拉满。故事开局就抛出重磅悬念，上元节夜宴，公主离奇死亡。白鹿饰演的内业局女官李佩仪，与王星越饰演的精通天文历法的太史丞萧怀瑾联手，奉命破解一系列连环奇案。剧集打破了古装剧中女性常处于依附地位的设定。李佩仪是一个武力值爆表、逻辑在线的疯批事业家，在查案中牢牢掌握着主导权。案件名称听起来就诡谲阴森，壁上花、血色天姿，每个案子都深深牵扯着朝堂阴谋与后宫秘辛。
剧组为了还原盛唐气象，一复刻了唐宫含元殿，服饰纹样也参照了唐代壁画，旨在营造浓郁的悬疑氛围。兰香如故，千金落难，谭松韵开启丫鬟逆袭路。同样在腾讯视频播出的，还有这部改编自小说《兰香园》的宅斗剧。谭松韵搭档刘学义，讲述了一个标准的大小姐落难记。谭松韵饰演的大学士府千金沈佳兰，家族突遭横祸，未婚夫家火速退婚。为了活命和查清冤案，她顶替病故的丫鬟许兰香的身份，隐姓埋名潜入曾经的未婚夫林府，从最低等的3等丫鬟做起。刘学义突破以往的仙侠形象，饰演前妻为自保而冷漠退婚的权臣林锦旗。这个角色被预测将走上追妻火葬场的经典套路。剧集在制作上强调中式美学，服装严格参照明代纹样进行复原，并实景搭建了40亩的园林宅院，试图用深宅大院的景致来烘托人物的命运感与成长线。雨霖铃、侠义归来、杨洋黑衣展昭打戏引期待。正午阳光出品的武侠剧《雨霖铃》已在优酷过审，预计近期上线。该剧改编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杨洋饰演的展昭，其高马尾黑衣造型一经曝光，就被许多武侠迷称赞有那味儿了。故事讲述展昭在获得襄阳王谋反证据后遭追杀，重伤逃亡时偶遇逃婚的大小姐或玲珑张若男士，并与锦毛鼠白玉堂、方逸伦氏组成铁三角，共同破解江湖奇案。剧集的最大看点之一是强调传统武侠的写意打戏，动作设计追求干净利落，雨中对决、剑挑水花等场景均采用实拍，杨洋也亲自上阵。正午阳光一贯的质感追求也体现在其中，实景山水拍出水墨画般的意境。服饰道具考究，意图还原一个写意的北宋江湖。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女主或玲珑并非恋爱脑，而展昭与白玉堂的兄弟情谊可能比爱情线更为突出。江山未聘，双强扫黑，吴谨言、陈哲远共演禁忌君臣。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的《江山未聘》，则是一部聚焦权谋与古代扫黑的古装剧。吴谨言与陈哲远领衔，构建了一个双强叙事。吴谨言饰演的孤女孟庭辉，被少年太子英寡陈哲远氏所救，后凭借自身努力寒窗苦读，成为王朝首位女状元。入朝为官后，她行事狠辣，背上奸佞之臣的骂名，实则是在暗中收集证据，深入腐败集团进行一场彻底的扫黑。而太子登基成为冷面帝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既是君臣又是战友，更有复杂的情感纠葛，充满了禁忌的拉扯感。剧中，孟庭辉红袍高马尾的女官造型英气飒爽，她的逆袭完全依靠真才实学，在男权社会的厮杀中闯出一条血路。6部大剧，6种截然不同的古装世界，是续作的情怀滤镜更厚，还是新剧的颠覆设定更强？当硬核推理遇上反套路喜剧，当深宅逆袭对上江湖侠义，这场开年混战，最终检验的或许是观众日益挑剔的口味与剧集本身诚意之间的真实距离。你认为哪一部最能经得起这份检验？